為什麼 INFP 總覺得自己活得很累？明明沒做錯什麼，卻總是在內耗；明明很善良，卻總是遇到消耗自己的人；明明有很多想法，卻遲遲邁不開第一步。如果你也是這樣，問題可能不是你不夠努力，而是你的認知功能正在用一種最容易受傷的方式運作。今天我們不講雞湯，只講 INFP 的困境以及原因。上一集我們講了 INFP 的4個認知功能，那是理論層面。那這套認知功能在真實生活裡又是怎麼運轉的呢？困境又是怎麼產生的呢？先記住一句話， INFP 的優勢一旦走向極端，往往就會變成困境。天賦和掙扎從來都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。我們一個一個來看。第一個，理想主義，這是 INFP 最鮮明的標籤，也是最深的痛苦源頭。FI 讓他們始終堅持內心的價值標準，什麼是真誠，什麼是善良，什麼是公平，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。而 NE 又不斷告訴他們，事情未必只能這樣，也許還有一種更好的可能。正因為如此，當很多人已經學會接受現實的時候， INFP 往往還在尋找，一定還有更好的辦法。這種特質讓他們即使身處困境，也不容易徹底失去希望。但另外一面，當理想開始高於現實，他們就容易不斷拿現實去和心中的那個更好的版本比較。他們未必真的相信世界会完美，卻很難停止去想，如果人與人能夠更真誠一點，如果工作更有意義一點，如果關係更純粹一點，是不是會更好？於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就成了他們長期的失望來源。無論是自己、伴侶、工作，還是整個社會，都很難真正達到內心那個標準。人都會犯錯，世界本來就有瑕疵，你愛的人也有很多讓你失望的地方。每一次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都是一次打擊，嚴重的時候會陷入理想幻滅的痛苦，然後就是茫然和失望。在親密關係裡，這個矛盾尤其明顯。INFP 容易把伴侶想象成靈魂伴侶式的完美存在，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去欣賞和愛慕。但當對方露出普通人的缺點，做出不符合預期的行為時，失落感會非常強烈。不是对方變了，而是 INFP 一開始就把對方擺在了神壇上。不是說 INFP 應該放棄理想主義，而是需要意識到，理想是用來指引方向的，不是用來衡量現實的標尺。折磨 INFP 的不是現實，而是現實永遠比理想少一點。你有沒有因為理想和現實差距太大，對一段關係、一份工作或者一個人徹底失望過？第二個，共情力。INFP 天生就能感知到別人的情緒，他們不需要對方說什麼，看一眼表情，聽一句語氣，就能知道你現在不太好，不僅知道，還會跟着一起難受。這份能力讓 INFP 成為最好的傾聽者，最溫柔的朋友。很多人願意向他們傾訴，因為知道他們真的懂。但硬幣的另一面是，過度共情會讓 INFP 活成別人的情緒垃圾桶。INFP 總是習慣性的把別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他現在比我更需要安慰，我先忍一忍，不能讓他更難受。這種想法反覆出現，久而久之，自己的邊界就被模糊了。更麻煩的是，這種毫無保留的善良會吸引一種特定的人，只索取不回報的自戀型人格。INFP 的治癒者特質很容易吸引需要被治癒的人，但如果對方只把你當成能量來源，不關心你累不累，需不需要被照顧，這段關係就會變成單向的消耗。比如明明知道男朋友一直消耗自己，3年了，每天哭，還是捨不得離開。INFP 的感受是我一直在給，越來越疲憊，但又不敢停下來，因為他需要我。這就是共情者的陷阱，不是共情錯了，是忘了也要給自己留一份。共情不是無限承擔，而是有能力共情，也有能力離開。有沒有人曾經把你當成情緒垃圾桶？在評論區告訴我。第三個，忠誠。INFP 一旦認定了一個人、一份關係、一個信念，就會全心全意地投入。他們會記住你說過的話，在意你的感受，在你需要的時候第一時間出現。
這種忠誠和深度在快餐式的人際關係時代非常珍貴。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過度的忠誠，會讓人無法離開有害的關係。INFP 不太願意放棄自己投入過的感情和承諾，即使一段關係已經明顯有毒，對方一直在消耗自己，自己已經痛苦了很久，他們仍然會想，也許再堅持一下就好了，他以前不是這樣的。如果我離開，他會很難過的。這種離不開的困境在職場上也一樣，一份工作已經嚴重內耗，價值觀也對不上，但因為習慣了，因為害怕變動，因為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兒，就一直拖着不走。忠誠是對的，但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你忠誠的那個人、那份關係、那份工作對你忠誠了嗎？忠誠值得珍惜，但忠誠不應該沒有底線。第四個，對批評極度敏感。INFP 對負面評價的反應遠超平均水平。一句在別人看來很普通的建議，你這個地方可以改一下，到了 INFP 這裡，可能被解讀成你這個人不行。因為 FI 容易把我的想法和我的人格綁在了一起，批評我的作品就是否定我，質疑我的觀點就是攻擊我的人格。這種解讀方式讓 INFP 在面對批評時承受的是雙倍的傷害，所以他們本能地逃避所有可能招致批評的場合，不敢主動發言，不敢展示作品，不敢表達立場，而越是逃避，就越缺少驗證和調整的機會。作品不拿出來，就永遠不知道哪裡可以更好；想法不說出來，就永遠不知道自己可能錯了。記住，批評不是來否定你的，是幫助你校正的。作品可以不好，但作品不是你。但 INFP 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才能接受這句話。第五個，迴避衝突。INFP 對人際關係的和諧有着很高的需求，因此他們往往會本能地迴避衝突。他們寧願把委屈和不滿藏在心裡，也不願意當面表達。久而久之，問題不斷累積，最後要麼突然爆發，要麼把自己耗乾。他們害怕爭吵，害怕氣氛變得緊張，更害怕因為一次衝突而失去一段關係。所以，當矛盾出現時，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解決，而是躲。明明心裡已經很難受，卻還是說沒關係；明明覺得對方做的不對，卻選擇沉默；明明有不同的想法，卻不敢表達。這種做法短期內確實維持了表面和平，但長期來看，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。更重要的是，迴避衝突也意味着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機會。衝突並不意味着關係破裂，不是災難，也不代表誰輸誰贏。很多時候，它只是關係發出的一個信號，這裡出現了問題，需要雙方一起修復。當你不再害怕衝突，而是學會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時，你會發現，真正穩固的關係並不是建立在一味忍讓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真誠溝通之上。所謂的成熟，並不是要你變成一個外向、理性、擅長計劃的流水線產品。你只需要在原有的天賦上完成5次認知升級。升級1，把宏大目標拆成小到不可能失敗的下一步。INFP 擅長想象，腦海裡常有完美的畫面與宏大的願景，但因為 T1 是劣勢功能，你常常卡在如何落地的第一步。解決方法不是逼自己成為計劃狂人，而是學會一個很簡單的問題。每當有一個目標時，問自己，如果我現在只做一小步，那是什麼？想寫一本書，第一步不是寫3萬字，而是今天打開文檔寫100個字。想開始運動，第一步不是跑5公里，而是先換好運動鞋，下樓走10分鐘。INFP 的桌面經常亂得像剛被洗劫過。想收拾桌面，第一步不是把桌子收拾乾淨，而是先扔掉桌上的垃圾，或者只整理一個角落。把第一步縮小到不可能失敗的程度，每完成一個，給自己一點正向反饋，你的行動力就會被徹底激活。那你一直拖着沒開始的一件事是什麼？升級2，不要把共情變成無底線的自我犧牲。FI 的高敏感讓你對他人無限寬容，對自我無限苛刻。別人犯錯是人無完人，自己犯錯是我怎麼這麼差勁。別人提要求，即使自己已經很累了，還是說好，我來幫你。自己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卻怎麼都張不開口。
善良如果永遠建立在消耗自己之上，遲早會變成怨恨。拒絕別人不是自私，而是在保護關係。就像飛機上的安全提示，先戴好自己的氧氣面罩，再幫助身邊的人。當別人向你提要求的時候，先問自己有沒有這個能量，沒有就說不。當你犯錯時，試着用安慰最好的朋友的話來安慰自己。升級3，把作品和人格分開，學會篩選反饋。因為主導功能 FI 容易把我的表達和自我價值死死綁在一起。別人說這個方案有問題，你聽到的卻是你這個人不行。於是討論一件事慢慢變成了捍衛自己。這種綁定最大的代價是讓你失去了成長的機會，因為你的全部注意力應該用來判斷反饋的價值，而不是用來證明自己沒有錯。作品可以修改，觀點可以改變，這都不等同於否定你的人格。真正穩定的自我價值不是建立在我從不犯錯上，而應該建立在我有能力不斷變得更好上。聽到批評時，先剝離情緒，問自己，他說的有道理嗎？有道理就吸收，沒有就放下。升級4，重新定義衝突，把它看作關係裡的儀表盤。INFP 本能地將衝突等同於關係要完蛋了，所以遇到矛盾，第一反應就是逃避或冷戰。實際上，衝突不是關係的終點，而是一個信號。就像汽車儀表盤上的警示燈亮了，不代表車報廢了，只代表有個地方需要檢查。你不需要變成喜歡吵架的人，只需要練習一件事，把有衝突等於完蛋了，改成有衝突等於該處理了。下次有矛盾的時候，先別跑，而是告訴對方，我現在有點亂，給我10分鐘調整，然後我們再聊。給自己緩衝時間，去提供信息，而不是攻擊對方。升級5，不是等待命運告訴你意義，而是親手創造意義。很多 INFP 一直在苦苦尋找那個屬於自己的終極使命，但在現實中常常感到虛無和碰壁。所以換個問法，把問題從我適合什麼崗位變成這個世界有什麼問題需要我去解決的。當你從我要做什麼轉向我能解決什麼，你的視野會瞬間開闊。那作為只佔人口約4%的理想主義者，你到底應該怎樣活？你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。所謂成長，不是讓 FI 消失，而是讓他學會和 TE 合作。不是停止理想，而是開始行動。不是停止共情，而是學會保護自己。不是害怕反饋，而是利用反饋成長。不是等待命運告訴你意義，而是親手創造意義。但我們也必須面對現實，這個世界不是按照理想主義的路數運轉的。大多數人的驅動力是利益，是效率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結果。你的這套價值觀在現實世界裡常常不討好，你可能會被貼上不切實際、太敏感、抗壓能力差的標籤，你會因此吃虧、碰壁，感到疲憊。同時，你對意義的執念、對真實的要求、對世界變好的渴望，這些都不是矯情，不是幼稚，更不是想太多。它們是 INFP 這套人格結構的天然產物，你天生就是這樣，這不是故障，是設計。但你能做的是搞清楚哪些地方你需要適應，哪些地方你必須堅守。你需要適應的是學會一點規劃，學會處理衝突，學會區分批評和否定，這些都是技能，可以練。而你需要堅守的是底線，不撒謊，不敷衍，不為了被喜歡而背叛自己。很多 INFP 到了一定年紀，會有一種無法排解的疲憊感，明明沒做錯什麼，但就是覺得累，因為你一直在調頻，一直在把內心的自己翻譯成外界聽得懂的語言，一直在照顧別人，卻唯獨沒有照顧自己。實際上，你不需要對所有人的情緒負責，別人的難過不等於你做得不夠。你不需要時刻保持完美，你可以疲憊，可以拒絕，可以說不。你甚至可以從改變世界的宏大願景裡再退一步，影響一個人，寫出一段真誠的話，做出一件你自己認可的東西，這些都算改變世界。很多人覺得 INFP 最大的弱點是敏感，到這裡我們能發現 INFP 真正的弱點不是敏感，而是沒有邊界。理想沒有邊界，共情沒有邊界，忠誠沒有邊界，包容沒有邊界，所以最後痛苦也沒有邊界。成長並不是要你放棄這些珍貴的天賦，
而是學會給他們加上邊界。INFP 在這個世界確實不容易，你選擇了一條不太擁擠的路，代價是走得孤獨一些，慢一些。但這條路有一個最大的好處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選的，你絕不會在回頭時覺得我白活了。你不需要活成所有人都滿意的樣子，你只需要活成一個你睡醒之後不會討厭自己的人。那個你心裡希望世界變得更好的聲音，不需要它完全實現才算數。它最大的意義是讓你在每一個普通的日子裡有方向、有底線，有不隨波逐流的底氣。我們是可以用不同方式生活的。這句話不是口號，它是你每天的選擇。這個世界不需要所有人都變成同一個樣子，有的人負責效率，有的人負責秩序，但總需要有人去提醒這個世界什麼是真誠，什麼是善良，什麼值得堅持。如果這就是你的天賦，不要放棄它。只是下一次在照亮別人之前，記得先照亮你自己。